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Andy。是不是被这些漂亮的精美图片给吸引住了？其实你也可以用 Midjourney 来制作 Avatar，来制作这些精美的图片。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怎么样子利用 Midjourney 来制作这些精美的图片，包括 AI 你自己哦。好的，那我们来到 Midjourney 的主页面。那我们进来之后，我们就会看见，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没有 account 的话，那就可以先注册一个。或者是你有自己的 account 的话，那就先sign in，sign in 完之后，那它是会在 Discord 里面进入它的页面。那我们现在来到 Midjourney 的 Discord，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他们这里多人他都在用一个这些 image，那也可以看到一些都是 AI 所制作出来的，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杂乱无章。那我的建议是我们自己开一个聊天室，那我就演示一遍。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add a server，create my own，我们就选那个 for me and for my friend，写成你自己的 server。那 create 完之后，我们就要把那个 Midjourney 它给邀请到我们的 server 里面。那找到 Midjourney bot，add to server，add to server 选到我们之前我们所创建的这个 server 里面，然后点击 authorize。好，那现在就成功了。成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 server。我们打开，那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个 Midjourney bot 它在里面了。OK，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视频了。那当然，首先创造自己的视频，那我会推荐一个 prompt 提词器的好用的这个叫 IMI prompt。那这里面它是专门为那个 Midjourney 的 prompt 做一个提词。那你可以在这里写那个 text，或者是就是写，比如说写 cute panda wearing a red hat，或者是 a dog is serving in the ocean 都可以的。或者是我是建议大家用这个 filter 的话，它比较有一点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筛选你想要的一些作品的风格。所以就像是我刚刚所 generate 那些图片出来的，那我选的是这个 blade，你可以选这个 blade and soul。好，那我们就重新演示一遍。如果我们选 blade and soul，那我们这里只要 copy 一下到我们的 Discord 这里面，我们打上了 image and prompt。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按 blade and soul，那我们点击一下，那它就开始生成，帮我们制作这个图片了。好了，可以看到这里图片已经生成出来了，全部都是以 3D 为主的这些 avatar。OK， 好，那我们放大看一下。如果你点这个 U1 的话，那就可以放大，放到最大。OK， 如果你想要把它作为一个 wallpaper， 或者是做下一步的比如说用来做视频，那你都可以用这里面的元素来做。OK， 其实他们做出来的是非常漂亮的，很精美的一些图片。好，那怎么样子利用自己的相片来制作出这个 avatar？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我们选择我们上传我们自己的图片。OK，download。OK，这个是我的图片。OK，好，那我上传一下。OK，要打开一下，因为它是不接受，我们要把它 convert image，convert 到那个 actual size，然后 convert。OK，好，弄好之后，那我们再重新上传一下。它只接受那个 JPEG 的格式。好，那我们到这里之后，我们按点击，点击完之后可以上传到我们的 server 里面。再点击一下，点击右键就可以找到这个 image 的 address。那我们要 copy image address，按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prompt，然后呢，按那个 Command V，再空格一下，找到我们的这里面叫 Blade and Soul，我们再点一下 Control Copy，或者是按 Command Copy。OK， 然后现在就开始在慢慢生成当中，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好的，我看它生成出来，那我觉得这4张有些是比较像的，有些是比较不像的。好，那我们可以，我觉得第3张会比较接近。那我
按下把它放大，按下 Vision 3，然后再叫它稍微再修改一下，它改出来。如果你还是不喜欢，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它还是比较差强人意，那我们还可以再 regenerate，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多次，但是要找到你满意的照片为止。好，我找到了这张是比较贴近的 avatar，那我就点击这一张，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放大完之后，然后再点击，然后呢再 Pen in Browser，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最大的，再 Save the image 放在 Download 里面。OK， 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那其实我也生成了其他的一些照片了，就类似这些，还有这些，就有些是奇奇怪怪的，但是呢，它需要一个后天的修改。但是呢，它如果自动生成了，比如说像这些，它是做那个用来做建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怎么样子利用 Midjourney 来制作一些精美的图片。而且呢，我们下期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这些图片给动起来呢？也就是说，用你的自己 Avatar 给动起来。好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